我那个好儿子好女儿呢？金光善一边安排一边问道。少，秦小姐上吊自尽了。脸方尊为了低调处理，将尸身烧毁了。现在应该在房内整理秦小姐的衣物。现在死也没用啊，这都什么事？大长老愤愤道，这两人成亲都已经数月，该发生的早发生了，死了就可以当没发生吗？行了，长老们。金光善做了一个闭嘴的动作，示意他们不要再说话，我有数，你们先走吧。明天那群人还会接着来，我会应付的。他们不仁休怪我不义。金光善手心朝内朝外挥了挥，一副想要闭目养神的样子，送走了在旁的一干人等，向外扩散神识，确定四周无人后说道，金影，你去薛阳那将阴虎符取来吧。小星辰不过15、16岁，也才初出茅庐，如果能杀就杀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是去薛阳身上取阴虎符离不开与小星辰的正面交接，薛阳怕是杀了几个人，刚好撞小星辰手里了，想拿金家树威，试试看吧。金光善感受着空中的波动，右手不断搓揉着衣角，不断预测着后面可能的走向，发现这场局最后的目的是想要夺权，想要自己死。金光善冷冷地笑了，自己在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栽在自己儿子手里一回，现在也不算栽，毕竟还未到最后。都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但自己信的就是成事在人。什么人？小星辰快速握住一旁的双华厉声道。薛阳半睁着眼，打趣道，小爷我尿急了，你要不牵我去？小星辰没有理会薛阳，从卧榻上起身，打开窗户细细查看一番，并无异常。道长，你这绳子从早上绑到晚上，还要我绑着过夜？那小爷尿急，你给我伺候吗？薛阳盘坐着身子，看着随着自己挣扎愈发缩紧的绳子，鬼知道这人下了什么术法，根本挣不开。这是你第5次说要如厕了。小星辰只是扫了一眼，便重新闭上眼睛。薛阳首次提出要如厕，小星辰便给他解了绳子，哪知薛阳竟从厕所另一个方向逃跑了。至此，小星辰终于知道人心险恶，薛阳之言不可信。再次抓捕，对方说要如厕，就给他从绑双手改为单手，在绳子添加不可挣脱的术法。切，你不知道人有3级呀？薛阳看着小星辰背后渐渐显现出轮廓的身影，继续打着马虎眼。在这3级面前，什么天大的事都得靠鞭。鞭字话音刚落，一把剑径直朝着小星辰刺去。小星辰迅速侧身而过，手中的双花挽了一个剑花，与刺来的剑相碰，发出刺耳的金属声。薛阳趁机使力，将小星辰绑在床柱子上的绳子猛地一拉，哐当一声。薛阳看着小星辰此时分身乏力，根本顾不得抓他，当即朝着打开的窗户猛冲了过去，从3楼高的地方跳了下去。往下的冲击力使得薛阳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。你是金家的人？小星辰撕下那人的衣角，一朵暗金色的金星雪浪花绣在衣服内侧，若是不仔细看会被衣服的黑色所掩盖。金影看了看窗外，薛阳早已没了踪影，最凌厉地招式继续朝着小星辰驶去。金影执剑与双华交锋之际，一双锐利的眼睛冰冷地凝视着眼前的年轻人，仿佛一条毒蛇对着自己的猎物吐着信子，露出尖锐的獠牙，随时准备一击毙命。小星辰皱眉，忽的一个下腰，才堪堪躲过袭击。小星辰虽然只有15岁，但在山上与师兄师姐们对招也练就了一身好本领，与金家派来的人愣是打斗了近1炷香不落下风。金影见状，借着小星辰浮沉的力，顺势从窗户跳了下去，用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这片区域。东东，客官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什么需要小的帮忙吗？屋外传来店小二的询问声。小星辰刚踩上窗沿的脚，只能收了回来，乖乖转身打开房门，因为打斗屋内的家具都已经4分5裂。看着小二一脸茫然又夹杂着震惊的表情，小星辰拿出了一袋碎银子交给小二，很是诚恳地说道，刚刚不小心损害了客栈的物件，这碎银子你看看够不够？如果不够，那得借钱了。小星辰默默考虑着可借钱名单，则无君、赤峰尊他们应该会借吧。小二掂了掂碎银子，又走进房里看了看损坏的程度。这位公子，我得去喊我们掌柜的，有些家具我也不能乱估价，请你稍等片刻。
小星辰看着其他房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自己打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查看情况，这木材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材料吗？可夜里没见着特殊啊，还是他们都设了结界防偷听？正当小星辰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对面的门开了出来，只见赤峰尊手里拎着清河的聂二公子，这关系确实像传说中的兄友弟恭。小星辰道长，大哥，有外人，赶紧把我放下了。聂怀桑看着一个温润如玉、模样俊朗的男子站在大哥对面，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比自己还小，怎么可以在小辈面前丢人？聂明觉顾及外人，还是留了聂怀桑一点面子，让聂怀桑能够双脚平稳地站在地面上。赤峰尊小星辰颔首微笑，贫道正是小星辰。